视频中，这位女子在等电梯的时候，突然遭陌生男一记回旋踢击中头部，并在女子倒地后，继续对着她的脑袋猛踹了几脚。当女子已经失去意识时，陌生男观察了一下四周没人，又将这个女子扛在肩上，并径直走到了监控死角，进行了长达7分钟的不明操作。根据电梯旁边的监控显示，7分钟后，这个男人从旁边的消防通道走了出来，而且还顺手提了一下裤子，心安理得地离开了事发地。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起引发韩国网民共愤的釜山暴力男回旋踢事件。2022年5月22号凌晨5点左右，26岁的金女士在釜山的市中心参加完朋友派对，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此时，她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居然被人跟踪了。根据监控显示，一个身材健硕的男子一路鬼鬼祟祟地紧跟着受害人金女士。金女士停下来回消息的时候，他也会立马停下来，始终保持着一小段距离。他一路跟着金女士进入了公寓大楼。当金女士一边等待电梯一边发信息的时候，身后的尾随男突然对着金女士的后脑勺来了一记回旋踢，也就是开头那一幕。金女士受袭击后倒地，然而该男子并没有因此收手，接着又对她的头部一顿猛打，直到她陷入昏迷。这时男子才一把将其扛起，捡起掉落的物品后来到了走廊的角落，那里是一片监控死角。在经过漫长的7分钟后，男子大摇大摆地从公寓走了出去。男人作案离开没多久，受害人金女士被好心的邻居发现并报了警。金女士被送医时已奄奄一息，急诊室的医生看到她，一度以为她是出了车祸，头顶部位伤得很严重，有约4公分的伤口，缝了很多针才堪堪止住血，颅内还有积血，脸部的左侧有好几处擦伤，右腿完全瘫痪。经医生诊断，他需要至少2个月左右才能出院，而且会不会留下后遗症，还需后面观察才能最终确定。该男子在作案后的第4天就被警方在釜山一家汽车旅馆里逮捕归案。这名31岁的李姓男子是一个保安，经查证后发现李某居然有18项前科，出狱仅3个月便再次作案。而在审问过程中，李某的狡猾也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他对如何规避刑罚简直了如指掌。根据李某的供述，他和受害人金女士根本就不认识，那天实在是喝了很多酒，然后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受害者，擦肩而过的时候，受害人好像瞪了他一眼，而且还说了一些脏话。李某觉得受害人是故意的，于是他很生气，就决定跟踪受害人并报复他，一时冲动下了重手。当警方问李某那天袭击完之后为什么要把受害人扛到监控死角时，他的回答竟如此搞笑。他声称自己并未想过要杀人，也不知道那是监控的死角，看受害人昏迷后十分害怕，而且倒在那里挡住上下电梯的乘客，便将他转移到消防通道处进行急救。由于手机刚好没电，无法报警自首，他只好先离开现场。很明显，李某是在胡说八道。当警方问他有没有侵犯受害者的时候，他表现得异常激动，立马就说绝对没有那种事，并表示自己是有女朋友的，怎么可能在那种场合做那种事情。李某想要以此来蒙混过关。他不知道的是，当天警方在事发现场就发现了不对劲。首先，受害者的衣服被拉到了肚脐以上，裤子也被解开过，内裤更是只穿在了一条腿上。受害者所穿的裤子是一种无法自动解开的结构，这裤子想要脱下，需要拉下拉链，打开左侧裤兜才能解下纽扣，所以没有第三方的力量，裤子是不太可能自己下滑的。种种迹象都表明李某在睁眼说瞎话，但警方没有找到实质性的证据，也无法给他定下侵犯的罪名。随后，警方找到了李某的女朋友，根据他女友的供述，李某在犯下罪行的当天凌晨就来到了他的家，并且一进门整个人就表现得十分的慌张。他先是把床移动到门口处挡住入口，然后对着窗户外张望，并表示自己可能被人盯上了，然后还将自己的手机卡给拔了出来，随即关机。之后又拿起女朋友的手机搜索有关公寓暴力事件，还有那种不可描述等关键词。这与李某所称的想报警自首明显不符，而且他把卡的时候手机是开着的，并不是关机状态，所以手机根本就不是没电。面对警方的质疑，
李某一直强调自己当时喝了太多酒，很多细节根本记不清。看来他对如何规避刑罚非常有一套，果然是犯罪犯出了经验。韩国有一项法律表示，如果能证明自己的犯罪行为是出于无意识的，那么刑期将会被缩减。韩国还规定，强奸罪名成立需满足以下3项要素中的一条：第一，需要受害者的控告；第二，需要犯罪人的坦白；第三，需要找到 DNA。想让狡猾的加害者承认那是不可能的，可另外2条也无法满足。受害者金女士经过此事后，精神受到了伤害，因此她的回忆无法成为李某定罪的证据。警方在受害者的裤子外面臀部的位置发现了李某的 DNA， 而内裤他们只检查了裤带，并没有发现李某的 DNA。裤子上面的 DNA 也没有公布是唾液还是体液，所以根本就无法给他定为强奸罪。另外，在案发1个月左右，受害者金女士的肛门无故破裂，怀疑与此案有关，只是证据期已过，无法重新认定。由于证据不足，男子一审被地方法院依谋杀未遂判处12年监禁。这判决一出，无论是李某还是韩国民众都无法接受。民众觉得这名男子所犯下的事情，这个判罚太轻了，而李某觉得自己就踢了几脚，怎么能判上10几年呢？于是他开始提出上诉，并且在监狱中向外界求助。他给自己的朋友写信说：“拜托了，快救救我！我那天好像是被他迷住了，看到他的那一眼，我就想犯一次错，所以我就做了。”结果他没想到，朋友一收到信，立马就交给了警方。警方也由此断定他有主观犯罪的意图。被告男子之前承认袭击，但否认有任何主观上谋杀或侵犯的意图。最终，法院审视所有证据之后，认为李某应该受到更重的判决，就将他的刑期从12年提升到了20年。除了把刑期提高至20年，法院还命令，就算被告出狱后，还需佩戴电子追踪器20年，且其个人资讯要公布公开通讯网络，且10年间禁止他在儿童相关机构工作。此案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据指，这名施暴男子的一名前狱友透露，他在牢房里不加遮掩，公开表示出狱后要报复受害人。这样的人渣最好能够关1辈子吧，免得再出来害人。无论从哪个角度，这个案例都让人痛心。一个年轻女子只因时间地点的错位，受害者根本就没有做错什么，就遭遇如此命运多舛的毒手。另外，也有声音批评韩国法律在侵犯案件证据方面存在漏洞，导致有一些罪犯可以逃避应有的惩罚，这使得许多受害者无法得到应有的正义。至于那7分钟里面，你们认为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麻烦各位朋友帮忙点个赞加个关注，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见。